习近平他是害怕群众动员，因为在过去，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他要搞市场经济，要搞对外开放，然后呢，就民间自然就会有了更多的空间，民间有了更多的自我组织能力，然后维权运动啊、维权律师啊、08宪章等等 NGO，包括家庭教会这些力量发展起来。那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如果被动员起来，对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他面临的已经是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的是社会结构了。嗯，对，也另外有已经开始组织的一个公民社会的，开始组织对，起来，但是他要镇压这个公民社会，但是为了镇压公民社会，他也要在党建立一种恐惧，因为那个党应该听话，应该听他的话，他怕的就是那个胡锦涛晚年，你可以说在党内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一些不同的路线。如果看那个广东的汪洋的路线，跟那个重庆的薄熙来的路线是不同的，对社会对出现的公民社会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对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是最危险的。一个列宁主义的党需要一个路线，一个人，一个领袖，所以为了恢复一个比较有效、效率比较高的党，他必须有一个强人，就必须有一个伟大领袖，必须服从伟大领袖。所以谁会反对我，在党内会反对我，我就打倒谁。我怎么打倒谁？我有那个中纪委，中纪委就变成那个 NKVD，变成那个克格勃，所以他这样做，所以那个公民社会，虽然那个公民社会很不成熟的，但是他怕公民社会，你如果利用社会力量，他会反对你的。那习近平上台之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更多的利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那我们看到，他提出中国梦啊，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包括“一带一路”等等这些东西，越来越想要利用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那么什么是民族主义呢？为什么习近平共产党他要更多的强调这个民族主义这样的东西？当然，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包括对对邓小平也有，但是现在要比过去，习近平上台之前要强调的多得多。对，我92年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什么入学民族主义的，当时是讲江泽民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毛就是一直都反对，毛可以说在一方面是一个五四的继承者，是完全弯曲了那个五四思想，但是他还是反对那个除了金蛇荒以外，他是反对那个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呃，江泽民已经开始恢复了那个入学思想啊，但是习近平是最明显的，要说我基本上我是皇帝的继承者。我们就是当然一直都说5000年的那个文化，但是现在还是对那个整个那个帝皇制度是没有什么批评，他就是讲那个孔子啊，什么老子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对他来讲，对他的合法性来讲是很重要的。我是继承了那个洋化传统，我刚看那个他的二十大的报告，他就是这么说，我们就是良好的那个中国传统的，所以他的那个民族主义，现在你知道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 last refuge of the rascals，
这个坏蛋的最后的一个叫民族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对，就是庇护所。所以你可以说是这样，你很难说我们要在全世界普及那个共产主义的，这个你说当然他现在说共同富裕是一种说法，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不重要，民族主义是非常容易的。什么是民族主义的？在一个100年的侮辱的那个历史，你就这么说，这么教育了整个就是整个人口，就是所有的人在学校学了，我们就是受了那个西方的压迫的、西方的剥削的，我们要恢复以前的中国的伟大地位啊。这个一般来讲，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你比较容易动员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民族是你可以说是一个一般来讲，特别是由于那个教育来讲是比较容易动摇。另外，在目前的世界当中，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到处都用的。所以，当然，他们那些一般来讲，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果意识形态就是没有人相信他的意识形态，他就是代替他的就是那个民族主义。但是江泽民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不是一个 inclusive，就是怎么说，就是包容性的，不是包容性的一个民族主义，而且是一个民族，就是民族 ethnical 民族主义，就是汉族主义，可以这么说，汉族主义。所以所谓的中华民族，事实上没有少数民族的地位，少数民族必须变成汉族的。所以西藏也好，新疆当然更明显，但是蒙古也好，他在蒙古也是要强调他们就是学中文的，还是就是汉语的。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它一方面是动员群众抵抗外国的西方的，主要是西方的压力或者是西方势力敌对势力的，但是也是就是反对国内的民族主义，这样你可以让包括最穷的人、最没有文化的人感觉到你比别的民族还是要高一等。所以这个民族主这样的民族主义跟那个法西斯的民族主义是比较接近的。不仅是你说啊，我们就是受了100年的压迫，我们现在要恢复我们的一个平等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地位。你说我在国外说我要平等的地位，当然因为我没有力量来开始，但是我一般的公民都知道，我们就是要一个非常强的中国的，强的中国才好。在中国强，国家强，我就可以我自己也强的，我也就所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也是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国内的民族在国内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新的是新的，因为以前当然这毛的时候也有一些，比方说在新疆和在这个宗教都是不可能有自己在西藏也有压迫，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现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要有什么什么自治的或者是什么独立，包括文化的。那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要把它完全取消了。在那个毛的时候，是因为都要是共产党，就是
社会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现在就是应该变成汉族，因为汉族是最高的，汉族也是推动中国国家的那些力量。所以，一方面是国家主义，加强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一个 ethnical，就是民族性的民族主义，汉族主义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对，您刚才提到法西斯主义，也有人，很多人越来越多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很多政策、很多提法都越来越像法西斯主义。比如说新疆，针对维吾尔人这些少数民族，主要是穆斯林的种族灭绝集中营。比如说在西藏，也是他的对他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等，他这种压迫也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接近于一种文化方面的种族灭绝。在内蒙古，他开始限制学生去学自己的母语，那也是强化汉语教育，然后对他们的文化也是包括传统啊、宗教啊等等进行更多的限制。那对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扩张，像南海啊，像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然后对西方、对美国、欧洲、对日本，更多的采取敌视的态度。那么，您能不能比较一下习近平过去10年的做法和法西斯主义有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有，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的，在那个包括斯大林主义的和包括毛，斯大林也有这样的那个做法，就是因为另外一个法西斯主义也是继承了那个历史的传统。你看墨索里尼，他就说，我们就是那个地中海就是我们的海，我们是那个古罗马的继承者。习近平就说我们是那个皇帝的继承，就是古代中国的继承者，他恢复了这些，这个很重要。另外是天下，所以我们现在有天下，所以你可以说，台湾当然应该是属于中国的，但是我的影响也应该扩到包括可能韩国啊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属于那个我们的文化氛围。这个跟墨索里尼的，或者是跟那个希特勒也有很多。另外，比方说，中国还有一个私营经济，意大利和德国也有私营经济，但是那个私营经济要尊重党的或者是和领袖的政策和他的这些，所以我给你好处，但是你要为我就是帮我强调，所以这个跟斯大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更像一个马克思跟法西斯主义。像你说的那些对外的民族主义、对外的扩大主义，也是像那个意大利和德国的。但是说实话，比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要严厉得多，要强得多，要控制社会比他控制的多。现在当然有那个像是你说的那个那个2.0的那个极权主义的，他现在用那个对，用高科技，对，我用高对对，科技极用权主义，高科技，对。用高科技就可以控制社会，比墨索里尼控制的严重多了。墨索里尼的时候还有一些，比方说在艺术方面有一些艺术，或者是练那些作家，有一些艺术的学派，是有呃公开的，可以公开。
表达，在国内没有这些东西，特别是在那个疫情以后，是更加控制那个社会，所以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习近平的这个制度比法西斯主义要严重得多。为什么用那个法西斯主义？我有的时候我也写过一个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因为在西方的左派，因为中国说是共产党，他们就很多左派还是以为这个共产党是进步主义，中国是进步主义的。另外，他也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就不可能是坏的，所以有这个。但是你如果是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好的。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制度和那个地位和他的政策，你真的可以跟法西斯主义比，但是他比法西斯主义要厉害多了。对，从他用高科技来控制社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角落来看，的确是比墨索里尼，甚至比希特勒的控制更严。嗯，也比现在北朝鲜的控制更严，因为北朝鲜它不掌握，第一不掌握那么多的高科技技术，第二不掌握这么强大的经济实力。习近平正在搞的这种民族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它将会对整个世界带来非常负面、非常可怕的影响。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民族主义在中国不断的被怂恿、被煽动。我们经常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双刃剑，也就是说，它有的时候会成为对公权力、对当权者的一种挑战。最近被称作号称中国民族主义之父的王晓东，他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走得太远了。很多新的狂热的小粉红那些民族主义者，他们觉得王晓东这样的提法已经完全太温和了，所以他们开始批判王晓东这样的观点。那么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不是会对共产党、对习近平构成一个威胁呢？共产党包括习近平在内，他当然要揭露所谓的敌对势力，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要跟那个跟美国妥协啊、谈判啊。我们最近也看了，在那个蒙古啊，他们就还有在那个 G20的，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谈判和他们还是比较理性，就是看看我们的那个力量对比怎么样，所以我不要狂让的强调我的在国内我可以说，但是我在国外，我跟别的国家我要小心，那个还是用一个比较有的时候，一方面就是不是特别狂让的外交政策，但是如果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呃倾向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的年轻人开始发展，他会说你们共产党就背叛我们祖国的利益了。所以在这种他们共产党要像你说的，就是双剑武器，因为你肯定会遇到一个逼你民族主义的人，因为你毕竟要考虑这个整个国家的利益，你不可以就马上就是去战争打台湾，你打台湾，你现在你自己知道，我不可以在那个目前的那个大局，我不可以这么做，因为这个我会失去政权，这个是所以现在，所以我还不是没有希望，他们对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的人也会有怎么说了，
就是有行动。像比方说，你看以前的那些新毛派，3年前他们就是新毛派在深圳的工厂去帮助工人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谁要镇压新毛派的，就是共产党镇压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危险，所以我觉得那个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对那个共产党对习近平来讲也是也是危险的。对，像《经济学人》在今年7月份，他在文章里边说到，民族主义越来越难以成为一种粘合剂，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会感到恐惧。连国歌的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也受到审查等等。那的确是，其实这个新冠疫情也可以是一个例子，因为在美国，在西方更有效的疫苗，中国它拒绝进口。那这里边当然有政治利益，有一些经济啊腐败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主义也是它的一个考虑。我们就要清零，我们就不用你西方的疫苗，我们看看给全世界做一个榜样。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对这个防疫效果还是相当好的。那么，那结果现在全世界都开放了这个卡塔尔这个足球赛正在进行，很多中国观众球迷他们看到几万人在球场上不戴口罩，他们都非常非常震惊。那么那的确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它会在今后越来越多的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的统也也治稳定。也危害他的利益。但是我自己还是不得不问自己那个对疫情的那个政策是不是也很方便，就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了。所以这个你把它放松的话，对你共产党来讲，就是也是有点失去控制的一个感觉。所以像你说的那个绝对民族，他的那个民族主义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一方面他说他不要那个外国的征苗，但是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呃出口，他也需要属于那个全球化的，他在全球化的那个机制当中，他发挥很大的作用，对他来讲也是发挥了很好的、很积极的作用。所以现在一方面你说我要反对那些外国的东西，但是外国要买我的，要进口我的产品，这个有点矛盾。对，那最后一个问题稍微有一点理论性的，就是在您看来，有没有一种健康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我们知道哈贝马斯他提出宪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又是两个不太一样，有关联但是不太一样的东西。请您提出看一对下。他说的那个宪法的民族主义也是我希望有这样的，我希望比方说，可以说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香港。香港的，你如果要叫它民族主义，就是反正强调自己的认同，但是也不是一个排外的认同，就是一种不是宪法的，但是是一种对那个政治制度的爱国主义的，就是一个香港人不是一个出生在香港的或者讲广东话的人，而是一个就是参加选举啊，看这些报纸的，以前那个香港的认同，香港的爱国主义，就是可以说是像 Habermas 的英国主义，但是连在香港，他也很快
也有一部分人就是变成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就是比方说所谓的本土主义是这样。所以这个我当然觉得有一个积极的爱国主义，我们法文我们就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我的民族是最高的，是高于别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就是说我爱我的民族，我要发展我的民族的文化，我的民族的富裕啊，就是这些问题。但是我的别的民族也是跟我有平等的地位，所以爱国主义是比民族主义好。但是一个纯洁的爱国主义呢，是很难存在的。所以现在，比方说包括在我们的西方国家，我们的民主国家，民族主义也开始发展，也很容易发展，也很容易动员大多数人。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当然国际主义是失败了，但是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找到一个，你看，民族主一直到现在，到包括乌克兰，包括法国，包括德国，那个民族主义是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怪不得在中国它也发挥作用。所以我觉得是很危险。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嗯，那从理论上我还是相当乐观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看欧盟的发展，它那么多跨越国境的制度安排，无论是货币啊，还是签证啊等等，法院呐，所以欧盟应该为国际关系、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就超越国家利益、超越国家主义。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 world citizen 世界公民，或者叫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等等，超越这个本民族的利益，超越本国的利益，然后追求一种普世的价值，比如说 human rights 人权、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嗯，都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就无论是你的民族、你的语言、文化、传统、宗教是什么样，那大家都应该有最基本的尊严，有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所以我觉得，人类主义会最终战胜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很高兴有像你那么乐观的人，但是为了回到那个欧盟，比方说，我的基本上我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如果要分析欧盟的结果，也是毛主席说的一分为二嘛，所以一方面就是超过了国家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各个国家引起的民族主义的发展非常厉害。比方说法国的那个民族民族阵线。阵线，现在也不叫阵线，但是反正他的发展也是因为很多法国人都觉得现在我没有把握，我不能控制我自己，都是布鲁塞尔强迫我做这个，所以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文化，我要维护我自己的民族，维护我自己的习惯，所以我反对欧盟。所以这个在欧洲好多国家也有一些，或者是包括在欧盟也有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的，就是比较民族主义的关系。但是，我也觉得欧盟应该是一个欧盟毕竟还是存在的。匈牙利、波兰他们也不要离开离开欧盟，因为他们也有利益。但是我希望，那些民族主义的势力在各国发展的不太快。我希望那个所谓的那个超过国家主义的势力可以继续。所以
像你们在美国也一样的，就是那些很多比较穷的白人呐、或者是在法国的，就是觉得比较边缘化的，虽然他们就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们就觉得那个全球主义、欧盟都不管他们，不关心他们的要求、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他们就是往那个民族主义的发展，所以 Trump、Le Pen 这些人，他们的也有吸引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那个超过国家主义的不应该光是所谓的精英的一个想法，应该包括全社会的参加，就是应该所有人也有好处。